F-16 Block 20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自1997年起陆续交付中华民国空军的一系列 F-16战损战斗机，美方称之 Block 20，即第20批次生产版本。机体以批次15 OCU 为基础，机翼与机尾为批次52的混合机型，航电以北约 F-16AB MLU 方案标准为基础改进，具备超视距空战、精确对地和反舰能力，总计生产150架。截至2012年，保有140架在役。自2018年开始，空军已陆续将旗下 F-16AB Block 20升级为 F-16V 标准，而全数 F-16AB Block 20的升级计划预计于2023年完成。冷战时期，中华民国空军依靠美制战机保障制空权。自1970年代 F-16进入美国空军服役之后，在每年的美台军售会议上皆出现向美国要求采购 F-16的提案。在吉米·卡特政府执政时期，通用动力针对无法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核的潜在客户提出使用 F-4U-02战斗机上的 J79 涡轮喷射发动机动力的降级版 F-16、F-16-79计划，据悉便是为了争取中华民国订单而研制。但使用前代发动机的 F-16-79性能不如一般 F-16，而有足够经费采购 F-16的国家，美方多半愿意提供标准版本的 F-16。降级版本的 F-16-79自然不受大多国家重视。在1980年代，因里根政府签署817公报，更让出售 F-16给中华民国空军的希望渺茫。至1980年代后期，中华民国空军主力的 F-104战机因为接近寿命中期，妥善率偏低，除了严重影响空防任务之外，也造成多起坠毁意外和飞行员的折损。1989年5月，中华民国参谋总长郝柏村访问法国之后，达林集团同意出售幻象2005战斗机60架，中华民国空军方面并且保留后续60架战机的采购选择权。一般相信，这件军售案给予美国政府某种程度的冲击。1992年9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美国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宣布同意出售中华民国150架 F-16战机，包括120架 F-16A 与30架 F-16B， 总金额达到60亿美金。这个采购计划，美方命名为和平凤凰，台湾命名为凤凰计划。虽然当时通用动力公司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工厂在量产的机种为 F-16CD， 而且这也是中华民国空军的首选。然而通过批准出售的是 AB 型，要复刻旧机势必会增加成本及后续的各种难题。最后在双方协调后，生产了一种独一无二的 AB 型。这个批次使用了批次15 OCU 的后期型的机身为基础，批次30、40的机翼，批次52的机尾与垂直尾翼，批次42有挂载点的进气道，搭配当时欧洲4国正在进行中的中期寿命升级计划的航电设备标准，以及批次32的动力系统，普惠公司的 F100PW220 发动机成为独一无二的型号 F-16批次20。和平凤凰计划虽为中华民国战机提供实施语，但当时的中华民国空军估计需要450架左右规模的先进战机，先后购入的3款机型总数仍不到这个门槛，因此还有大约1个连队左右在1980年代末期制造的 F5EF C 构型机仍在服役。这批战机服役20年后，约自2005年起，陈水扁政府执政时，中华民国空军开始将美国采购，争取至少66架的 F-16CD 取代 F5机队。但美国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又顾及广大中国市场的经济贸易下的美国国家利益及诸多理由加总下的 F-16采购计划，美方长期未能允诺，直到2019年才成功采购 F-16CD Block 70。面对中国及台湾双方空中战力落差逐渐弥平甚至不利的状态，2011年9月22日，美国政府通知中华民国政府的军售项目提供了 F-16的全面升级计划。美国方面释出的清单包括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联合头盔瞄准系统、AIM-9X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NALQ-213 电子战管理系统、联合直接攻击弹药、Have Glass 2电磁波吸附逆踪涂层，以及计划研究换装 F100PW229 发动机等。之后实际升级并未更换发动机，而是沿用原有的 F100PW220 发动机。而美国部分参议员与众议员则希望奥巴马当局批准 F-16CD 对台军售案，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华民国的要求，二方面
可以让即将关闭的 F-16生产线延长一段时间，解决美国严重的失业率。后来就美国官方的说法，美方并未排除日后售台 F-16CD 的可能性。此一说法就是先将国军 F-16AB 增强某种程度的战力，尽量达到平衡解放军威胁的程度。2012年10月，洛马公司赢得美国政府价值 18.5 亿美元的合约，为中华民国145架 F-16AB 战斗机升级航电系统。洛马公司称，升级包括安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嵌入式全球定位系统、升级电子战和其他航电系统。在雷达来源部分，中华民国空军决定交由洛马选择与美军同样的雷达款式。2013年8月1日，洛克希德马丁宣布由诺斯罗普格鲁曼的 SABR 雷达赢得竞标。升级工程除了前2架在美国实施外，大部分改装业务由汉翔工业在台湾进行。2016年至2021年完成作业。2015年10月21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公司官网上宣布，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等设备的 F-16V 已于16日在德州沃斯堡基地完成首度试飞。该架完成性能提升的 F-16A 战机隶属中华民国空军，这也是全球首架 F-16 微型战机完成试飞。另一架由双座机改装，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的 F-16 机队首批升级在2017年1月16日进场。批次20是以批次15 OCU 的后期型机身结构为制造基础，而批次15 OCU 的后期型特色则是采用批次50、52的机翼和后机身，强化原先 F-16A 的结构缺点，因此在机身空重部分高于批次32，低于批次52。进气口更换为两侧下方增设硬点结构的批次42架构，可携带低空导弹及夜间红外线标定夹舱外销版 AN/AAQ-20 探路者导航夹舱与 AN/AAQ-19 神射手标定夹舱，其进气口为 F100PW220 构型，直径较小，不适用 CD 批次50-52进气量较大的 F110G1-129 或 F100PW229 发动机。批次20装备 AB 型使用的 AN/APG-66 脉冲多普勒雷达，中华民国空军使用的型号为 AN/APG-66V3，最大探测距离约为150公里，输出功率为 3.58千伏安，共购买157具。与欧洲国家中期寿命升级的 V2A 不同， V3 为配合麻雀飞弹需要的半主动雷达导引，增加了连续波发射组件，提供连续波照明模式供飞弹射击指挥用。同时，因早期凤隼案时美国并未出售中华民国 AM120， 故将 AM120 的导引能力暂时锁起，直到2000年美国政府宣布同意出售我国 AM120 后，才将此能力恢复。除此之外， AN/APG-66V3 和 APG-66V2A 能力大致相同，如最大探测距离180公里，能追踪10个目标并导引飞弹打击其中6个。批次20和批次15 OCU 一样，都是使用 F100PW220 涡轮扇发动机，特点是采用数位控制系统，改进先前型号的缺点和提高可靠度。最大军用推力14370磅，最大后燃推力23770磅。批次20使用的航电系统多半与欧洲北约国家在1980年代实施的 MLU 计划相同。飞控计算机为德州仪器公司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搭配菲尔蔡防卫公司的数字化地形系统。资料显示，则是由汉威公司的彩色阴极射线显示器。座舱内部仪表盘与夜视镜兼容，不过座舱罩上并未镀上降低电磁波反射的筋膜。批次20虽然是新生产的飞机，然而机上的线传飞控系统仍然沿用 F-16A 的类比系统，而非 F-16C 的数位系统，也因此无法与完整版的 Lightning 夹舱进行整合。2001年，因采购 AM120， 批次20机队将任务计算机升级至 MMC 3051标准。批次20主要的电子自卫系统是 AN/APX-113 先进敌我识别器及 AN/ALR-56M 雷达预警接收器，搭配 AN/ALE-47 反制撒布器，提供基本的电磁波辨识、警告及自卫技能。ALR-56M 先后在2006、2016两度升级更新。除了被动防御针检硬件，1994年美方同意出售80套 AN/ALQ-1847 电子干扰夹舱，这一款电子干扰夹舱也在后续升级中整合入 AN/ALE-50拖曳诱饵系统，为 F-16提供较充分的电子作战自卫能力。
1998年6月，美国另外同意出售28套蓝艇外销版加舱，总价值1.6亿美金。这一批夹舱虽然没有原版蓝艇的完整功能，包括自动地形追掩与回避，以及自动指拍目标给红外线影像导引的小牛飞弹，但是仍让批次20机队得到了夜间低空作战能力。除了与战斗相关的系统，在和平凤凰计划执行时，空军同时以凤眼计划采购挂于机腹的侦察加舱，使 F-16具备侦察机的能力。加舱军规编号 AN-VDS-5 LOROPEO。此装备实际筹获始末，空军并未公开资料，外界仅知采购10组。在2000年派遣相关人员赴美接受训练，略约在2004年，该批装备结缴给中华民国空军第12战术侦察机中队服役。此侦照夹舱具有光学、红外线影像侦照功能，采数字化存储器储存影像资料。侦照距离有2种说法：50海里以上与70海里。自美国运交 F-16后，因为持续购入新武器，机队一直在执行小规模的升级，但都以更换计算机软件、改善界面等次系统居多。全面性升级计划是跟随美军计划，升级清单在2011年9月22日美国发布的对台湾军售清单中详列。虽然美军因强制预算撙节计划一度让 F-16延寿改良计划陷入停摆风险，但后来在拆开计划并由中华民国空军负担计划费用下，最终项目顺利续行。升级型机种原厂称为 F-16V。2017年9月27日，东森新闻采访嘉义空军基地的455战术战斗机连队，该连队战力展示在待命室待命的飞行员，完成战机6分钟升空拦截。2017年9月30日，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轰6K 轰炸机于2015年3月30日飞越台湾南方海域的巴士海峡时，遭2架不明战机拦截。和轰6K 最近距离仅10多公尺，两岸官方皆未证实战机国籍、机种，但两岸军事网站根据外形研判为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战机。2019年10月，三立新闻台能战全民新世界公布6802、6821跟6609、6623、6631、6653在嘉义基地飞行影片。2019年11月，空军派出6架性能完成提升的 F-16V 战机，首次参与天龙演习。台军的幻影2000年5月战斗机已经服役20年，它曾经力压大陆所有战斗机。今年，台军为了纪念幻影2000服役满20年，举行了多次纪念活动。那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啊？我们今天来好好唠一唠。1992年，台湾从法国手中购买了60架幻影2000战斗机，其中48架单座，12架双座。幻影2000是法国达索公司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也是最热的外贸产品。幻影2000远销8个国家和地区，生产总数高达600架。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年5月，除了改善对空能力外，还具备相当的对地战力。幻影2000年5月可挂载泰勒斯研发的 TV 激光标定夹舱，执行对地精准打击，以及新的阿蒂歪多普勒雷达。它可以同时扫描24个目标，计算出最具威胁的8个目标，引导4枚超视距米卡导弹攻击不同的目标。同时可挂载幻影2000英的大容量副油箱，延长续航力。而幻影2000还是参加战争最多的法国飞机。法军的幻影2000战斗机参加了80年代至今的多次北约重大军事行动，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客观来说，幻影2000的战斗机相当强悍，不亚于同时代的 F-16。有意思的是， F-16 唯一击落的战力对手就是幻影2000。1996年10月8日，希腊空军发现土耳其空军2架 F-16D 正在越过爱琴海进入其领空。希腊空军2架幻影2000和2架 F-16C 以及起飞拦截。在进行警告后，希腊飞行员发现 F-16D 不但没有回退，反而进行了战术动作。希腊飞行员立即进行拦截作战。在进行大机动缠斗后，一架幻影2000成功占据 F-16D 后半球位置，果断发射1枚魔术2导弹，导弹准确击中了土耳其的一架 F-16D， 另外一架见势不妙立即逃窜，这是 F-16 服役以来唯一被击落的记录。1993年，台湾方面安排飞行员去法国学习，当时台军甚至整个东亚没有装备过法制飞机，对于这种飞机非常不熟悉。经过长达3年的培训，台军多批飞行员完成了相关的训练。1996年，飞机开始交付给台湾方面。明眼人看到1996年就明白怎么回事。当年台海对峙严重，差点爆发大的冲突。当时解放军的空军还比较薄弱，除了少量的苏 27SK 以外，其余是数量庞大的歼8、歼7甚至歼6。即便是最先进的苏 27SK， 性能上同幻影2000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其他飞机更不用说。在1996年，台湾的幻影2000正式具备发射超视距米卡导弹的能力。台湾飞行员曾发射米卡导弹，击落了67公里外的靶机。不过，幻影2000在1996年还没有运到台湾，不然台湾军事估计更厉害了。其实早在80年代，大陆军方就曾经试图装备过先进的幻影2000。当年大陆代表团去巴黎考察幻影2000，被该机的性能震惊。试飞员以低速进行了各种飞行动作，幻影2000低速的高机动性确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进行空战科目试飞时，担任目标机的幻影 F1 始终无法摆脱幻影2000的追踪攻击。反之，当幻影 F1 在攻击位置时，幻影2000只要做大角度爬升并减速，就可摆脱受攻击态势。大陆方面很想购买一批幻影2000，并且引进技术。只是法国飞机从来都很贵，此次法国人开价很高。90年代的大陆没有什么外汇，实在是买不起。在会见法国总统时，大陆的总书记曾经专门为此还价，但达索公司坚持不降价，最终谈崩了。直到台湾和法国在1990年开始谈判购买幻影2000。正常来说，中法关系不错，台湾本不可能购买成功，因为1989年大陆和西方社会对立，中法关系暂时陷入僵局，最终台湾钻了空子。得知台湾方面的军购提议后，大陆方面则是用尽全力让其交付幻影2000。大陆外交部甚至提出，如法方放弃售台幻影战斗机，中方将派采购团访法，签订一批合作项目，并可现汇购买20亿美元的法国产品。代表团还向法方提供了一个可能同法方合作的项目单子，共8大类50个项目，总金额达154亿美元。但在美国的默许下，最终台湾还是军购成功。为此，大陆方面极为愤怒。大陆政府宣布撤销部分拟中于法方的大型合作项目，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2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1997年，幻影2000正式运到台湾服役。到1998年，所有飞机全部交付完毕。只是奇怪的是，在台军服役期间，幻影2000曾经出过几次大事故。比如1999年，一架双座幻影2000因撞鸟坠机，2名飞行员弹射幸存。同年，一架单座幻影2000在苏澳外海失踪，推测坠机入海，原因不明。2001年，一架双座幻影2000在新竹外海坠机，2名飞行员跳伞后，一人当场殉职，一人事后重伤不治。2013年，又有一架双座幻影2000因机械故障坠毁，2名飞行员及时跳伞逃生。有趣的是，故障如此之多，台湾对幻影2000却有好感，这主要还是法国人的态度问题。一旦幻影2000有什么问题，只要联系法国方面，达索公司立即热情解决，从不拖延。而 F16 的相关问题，美国人则是店打欺客，能拖就拖，还经常怒斥台湾方面保养不力。久而久之，台湾方面尤其是地勤人员对法国就比较有好感。目前幻影2000已经服役20年，属于落后飞机，因大陆方面的抗议，法国难以继续给予幻影2000升级和延寿。况且法制飞机终究属于小众，维护费用高昂，又自成体系，不符合台军目前尽量靠拢美制的目标。所以幻影2000已经较少起飞，估计10年内会被逐步转为2线。说完了幻影2000，我们再来说说现在一个很多人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台湾军事实力究竟如何。有人说弱不禁风，根本不值一提，那是跟大陆比了。要是放在全球来看，足以吊打 90% 的国家和地区。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在吹牛。下面我们来说一些数据给大家看看吧。首先，目前台湾军队规模约为16万人，跟英国是一个级别的。不知道让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情何以堪。在空军方面，台湾有289架战斗机，其中包括 F-16A、F-165V、幻影2000-5AIDN、F-551等等，具备不同的作战能力和战斗性能，可以应对不同的战斗环境和威胁。直升机台湾有280架，其中包括 I-60 黑鹰直升机、专用武装直升机，比如 I-64 阿帕奇和 I-1W 超级眼镜蛇。看起来数目不多，但要知道台湾面积才 3.6 万平方公里，这么算下来，差不多每150平方公里就会有一架战机在空域上飞。这大概是个多大范围的？大家知道新加坡吧？这个国家算小了吧？它的国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因此15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新加坡1/5的面积，已经是非常小的面积了。正因如此，台湾空军有14个主要基地，从北到南都有，覆盖了整个岛屿和周边地区。而在防空系统上，台湾有爱国者、天弓、霍克3种，其中漂亮国生产的爱国者有效拦截范围可达200公里以上，
理论上只需要2套就可以覆盖整个台湾。至于台湾自主研发的天弓和霍克，前者最大射程可达200千米，综合性能超越爱国者3，而后者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服役，但如今已经很难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了。防空导弹数量上面，台湾拥有各型防空导弹高达5000枚以上，防空导弹密度堪比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它也属于防空导弹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至于远程预警雷达系统，台湾也有，比如从漂亮国购买的铺路爪雷达，是一种探测前射对地攻击弹道导弹预警雷达，被部署在台湾新竹乐山基地，最大探测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以探测导弹的弹道、发射点，计算出弹着点的位置，来提供弹道导弹来袭的预警情报，并且具备对弹道导弹的持续跟踪能力。除了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外，台军目前还建立了40多个预警雷达站，装备固定式和移动式预警雷达，数量更是高达上百部。这些雷达的探测距离从几公里到几千公里，探测高度从几十米到几万米不等。陆军方面，台湾有2000多辆坦克，其中包括漂亮国的 N1I2 主战坦克和拥虎坦克，还有1600枚火炮。至于其他各种装甲车，它们加一起的数量差不多有3500辆。海军方面，台湾有4艘基德级驱逐舰，20多艘护卫舰，其中包括基隆级、中勇级、亚光级等不同型号的舰艇，配备了先进的武器和雷达系统。对了，台湾还有4艘常规潜艇，其中2艘且比级海豹号和海狮号是2战时期开始服役的老式潜艇，目前主要用于侦察和反潜训练。另外2艘剑龙级前舰海龙与海虎号设计于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引进的，是台军反潜反舰主力。可能担心4艘不太够，据报道，台湾海军目前计划制造8艘新型潜艇，这些潜艇将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具有更高的隐身性、航速和作战能力。因此从整体实力来看，台军还是具备相当实力的。好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尽管 F-35战斗机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广泛装备美国空军和海军，但就绝对数量和战术地位而言，海军的超级大黄蜂依然是绝对的主力。自 F-14战斗机退役以来，大黄蜂一直是美国海军的主力武器。然而，这种战斗机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从其名称就可见一斑。定位为战斗攻击机的外形并不适合高速飞行，尽管换装了先进雷达和中距离导弹后，其多目标作战能力甚至超过了之前的 F-14，但为了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大黄蜂系列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最近，台湾空军战机服役年限已到，面临是退役还是延寿升级的苦恼。美国军火商主动与台湾洽谈，希望为台湾提供一款最适合性能优良的战机。目前，台湾负责高空高速拦截任务的是法国幻想5型战机，已经服役20多年。前些年，台湾进行了现役 F-16的升级项目，并从美国采购了66架最新生产的 F-16B，将在2年内全部交付。然而，受制于用机案的影响，法国曾延迟出售零部件，使得换装2005型战机的进度仅有50%。台湾依然担心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该项目。未来不确定因素过多，若换装战机不能顺利提升性能，将难以胜任重任。因此，台湾将 F-15和 F-18列入替代方案。目前双方已初步讨论，名单中包括即将全面退役的美国 F-15、CD 最新延寿的 F-152、040C、F-18EF 以及最新改良的 F-18XT、F-15系列战机，是最优秀的高空高速拦截机种，作战半径较大，是台湾最重视的战机之一。然而，美国认为 F-18更适合台湾，因为 F-18与台湾自研的 IDF 战机共享许多零组件，且 F-18的电子作战能力更强，具有视距外猎杀能力，可携带10枚 M120空空导弹，仅在航程方面略逊于 F-15。美军计划在航母上配备2中队 F-35B 与 F/A-18的混合机队进行协同作战。若台湾先采购 F-18系列战机，未来获得 F-35的话，同样可以实现协同作战。F-18系列战机的起落架坚韧耐用，非常适合短距离起降。最大优势在于设计之初注重控制和维修成本，
尽管是双发战斗机，但操作成本仅比单发 F-16略高一些。以往数据显示 ，F-16C 每小时操作成本为8.000美元 ，F-15高达21.000美元，而 F-18EF 的操作成本仅为1.100美元。对台湾空军而言，超级大黄蜂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F-18系列战机非常符合台湾的需求。在各类衍生型号中，我最推荐的是 F-18XT 战机。这款波音最新升级的机型对台湾帮助最大，完美弥补了 F-18系列的缺陷，提升程度可谓相当显著，甚至可以助台湾应对敌机。近些年，波音公司在美军项目上遭遇一连串失利，但这并不影响 F-18XT 战机成为台湾的最佳选择。F-22和 F-35项目已被洛克希德全面承接，而 B-21隐身轰炸机则由诺斯罗普负责。波音为了在美军项目中保持竞争力，只能将目光转向现役战机。之前推出的 F-15E 已成功获得美国国会支持。如今，波音再次在 F-18的基础上推出 F-18XT 级沉默蜂版本。相比于现役超级大黄蜂， F-18XT 在外观上并未有大的改动，基本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气动布局，着重提升的方面都是相对于 FA-18E 的先进之处。F-18XT 与前型大黄蜂相比，有2个显著不同，一个是加装了保型油箱，另一个则是取消了机翼上的外挂架，采用封闭式武器吊舱取而代之。对于21世纪的美国海军而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舰载机的航程太短，加挂外部油箱会影响舰载机的武器挂载能力，而发展舰载加油机只是治标不治本，最终只能寄望于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机。然而，下一代舰载机的研发面临着不少挑战，包括能躲避雷达侦察的新型机体结构、最新的隐身涂层、降低机体飞行热量的技术等等。美国海军的下一代舰载机研制受到了自身装备的发展影响，尤其是应对推销给美国海军的 F-35C， 当时美国空军已经订购了 1.170 架 F-35V， 而海军对这个订单一直没有做出决定，甚至还延迟了 F-35C 战斗机的订单。然后海军选择扩大订购 FA-18E、F 超级大黄蜂，但不购买 F-35C 又觉得不给国会面子，担心可能会受到制裁，因此硬着头皮订购了260架 F-35C 战斗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F-18XT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航程问题。装备了保型油箱，可以在不明显增加航程风阻的情况下，显著提高 F-18XT 的航程，并且无需外挂副油箱，保持飞机外形干净。这一对保型油箱为 F-18XT 沉默蜂带来了额外 3.500磅的燃油容量，再加上本身内部燃油容量为 14.400磅，使得 F-18XT 在挂载2枚 2.000磅炸弹和2枚 M120中程导弹的情况下，作战半径从 1.092 公里增加到 1.350 公里。超级大黄蜂在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其以下挂架被迫向外倾斜，呈现出外8字的布局，导致超级大黄蜂在高速飞行时阻力大大增加，长期暴露在外也会增加战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而封闭式武器舱的用途是减少外挂飞弹造成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在需要速度的制空拦截任务时可以进行整流，减少飞行阻力。这不仅适用于3、4代机，5代机也可以采用类似技术。英国就为 F-35开发了基辅机炮吊舱等隐身吊舱。波音设计的封闭式武器舱，每一个都可以挂载4枚 N120中程空导弹。使用这种技术， F-18XT 就可以摆脱机翼上的外挂飞弹挂架。此外， F-18XT 还换装了更强大的 F-414发动机，这是在 GE 公司的 F-404和 F-41基础上增加了 24% 加力推力的新型发动机。F-18XT 在 F-414发动机方面，相较于 F-404提供了高达 30%至 40% 的近距空战包线区域推力提升，以及 20%至 30% 的超音速推力提升。经过波音公司21次试飞， F-18XT 通过详细测试了保型油箱与封闭式武器舱，并使用了隐身涂层，使得 F-18XT 沉黄蜂的隐身性能得到了 50% 的改善，而 F-18XT 的电子作战能力更是出色。F-18XT 机背上装备了球形飞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
大大增强了战机的防护能力。机身下方配备了与 F-35类似的前视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可探测、跟踪和瞄准各种目标，使 F-18XT 在被动模式下具备巨大优势。IRST 的被动探测能力针对5代战机具有很好的效果，能够扫描地平线上的雷达和战斗机释放的红外线热量，为 F-18XT 陈黄蜂提供对抗5代战机的真正机会。F-18XT 还进行了座舱和头盔显示系统的升级，使用整块屏幕替代了一系列仪表，提高了飞机执行任务的攻击准确性。安装了新一代机载计算机与数据链系统，使得 F-18XT 能够通过先进指向性网络技术数据链与其他战机进行大量数据交换，并实时融合信息。总体而言， F-18XT 在超级大黄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升级，逐步接近美军的 F-35C， 甚至有可能替代 F-35C 的地位。F-18XT 的飞行寿命也得到提升，达到了 6.000小时，为军队提供更长的服役时间，同时减轻了后勤压力。这次改进使得 F-18XT 在航程、速度和火力方面都凌驾于 F-35C 和俄制苏35等潜在对手，甚至可以应对5代战机的挑战，这也正是台湾所需要的。相比之下， F-15ASC 稍显逊色。现今美国海军装备约540-570架现役 FA-18EF 战斗机，计划将全部升级到 Block 3型号标准 FA-18EF 超级大黄蜂式战斗机，不仅在美国海军广泛使用，而且还被多个盟友国家采购，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芬兰和库尔德斯坦等。相信台版超级大黄蜂这次投产，一定会帮助空军形成一道无形的空天防御网。随着波音公司对 F-18XT 的不懈研发努力，这款战机的性能逐渐凸显，为未来战场的需求提供了全面而强大的解决方案。F-18XT 的研发不仅集中在航程、隐身性能和电子作战方面，还着重提升了火力和多任务执行的能力。采用封闭式5机舱的设计，不仅降低了雷达反射截面积，还使战机外形更为流线，减小飞行阻力。这对于 F-18XT 在高速飞行时的稳定性和防御性能都带来了显著的提升。除了技术层面的升级， F-18XT 的机载系统也经过了全面更新。座舱和头盔显示系统的升级，使得飞行员能够更直观地获取关键信息，提高了任务执行的准确性。新一代机载计算机和数据链系统的引入，使得 F-18XT 能够更好地与其他战机协同作战，通过先进的指向性网络技术实现大规模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F-18XT 背上装备的球形飞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为战机提供了更强大的防护能力。这种先进的电子作战系统不仅能够探测并应对敌方导弹威胁，还提供了先进的战场感知和目标锁定能力，使 F-18XT 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更具优势。随着 F-18XT 在航程、速度和火力方面的升级，它不仅能够胜任传统的制空和对地打击任务，还具备了更强大的多用途执行能力。这使得 F-18XT 成为一款灵活多变的战机，能够适应各种战场需求，从而为台湾提供了一种强大而可靠的防卫选择。在台湾空军寻找替代方案的背景下， F-18XT 的性能和成熟度使其成为一个备受考虑的选择。其出色的航程、隐身性能和电子作战系统，使其在现代空战中能够有力应对各种威胁，为台湾提供了一种能够在未来战场上保卫家园的强大武器。总体而言， F-18XT 的综合实力和升级潜力，使其成为一款引人注目的先进战机。随着未来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战争态势的变化， F-18XT 有望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为台湾及提供稳定而可靠的防御保障。ADF 计划为台湾新一代先进防御型战机计划 Advanced Defense Fighter， 目标以5代机性能为蓝本设计，至少需具备内置弹舱、降低雷达反射的逆踪外形，不排除具向量喷嘴的强力引擎 AESA 相列雷达。该雷达比传统的机械式雷达探测距离更长、更精准，机间共享资料数据链等更强的航电性能。马万军表示，永鹰高教机自制率约为 55%， 但是高教机与未来出教机的努力都是为了下一代战机的先期准备。ADF 战机的可自制率当然越高越好。他认为系统部件是自造战机的重点。
台积自造的核心目标在于追求更高的自制力，而不是只会设计拼装出一架飞机。台湾产业很小，人少就必须 teamwork。汉翔与台湾近年在这部分持续提升自制自研能力，其中飞机内部的各系统部件，小至空调、起落架等硬体设施，大至相列雷达、航电系统等软体设备，这些都是合作自制的目标。马万军表示，永鹰高教机自制率约为55%，早期的 IDF 战机当然又更低一点，但是高教机与未来初教机的努力都是为了下一代战机的先期准备。这些努力就是培养更多台湾厂商有能力制作这些系统件。台积自造的核心目标在于追求各系统部件更高的自制力，而不是只会设计拼装出一架飞机。2. 要发展五代机档次的系统件，外观不是核心设计。法拉利之所以为法拉利，不是因为它的外形酷炫，而是因为它的系统件，像是引擎、悬吊系统、变速箱等等，在一个破壳里装入这些东西，它就是法拉利。马万军这样调侃道。因此，自造五代机的重点是要发展五代机档次的系统件，无论是自己来还是欧美等国的技术支援。但他相信，台湾的工程师跟国外读着一样的课本，一定有这能力，只是缺乏经验。然而，很多人会好奇问，外观长什么样子？是否像是 F-35？马万军表示，外形早就做好了。各国的五代战机为了缩小雷达反射截面积，都大同小异，外观不是最核心的特点。图为英国贝公司设计的新五代战机构想，明确说明五代机常具备的逆踪外形、内置弹舱、更强大的引擎及战场整合数据链等，这些都算是五代战机的系统件。3. 发动机是工程师的圣杯，台湾研制发动机的难题，发动机的推力直接攸关战机的机动性能，也会影响机上到底能装多少航电及武器设备。因此，拥有一台强大推力的发动机等于拥有更大战力。早在建造 IDF 战机及后来永鹰高教机时，汉翔公司基于美国 Honeywell 公司合组国际涡轮引擎公司，合作发展 TFE1042发动机。不过，马万军认为，台湾若要独立研制发动机，必须克服2个难题：一是要会设计发动机，2是热锻件的冶金技术。然而，台湾早些年的冶金技术还不够成熟，因此 TFE1042是与美国共同设计，但各做一半。台湾负责无需用火的冷锻造部件，而发动机核心压缩段的部件必须承受极高温、极高压及超高离心力，需要技术门槛较高的热锻技术，这边则由美国来帮忙制造。可见，当时我们虽具备研制经验，但仍无法独立完成的所有作业，核心技术仍在别人手里。汉翔与美国合作发展的 TFE1042发动机，其中中段透明内的红色区域是发动机最核心的高压压缩段，需要成熟的热锻冶金技术才能处理。4. 织女星计划之余 ，ADF 台湾已习得核心技术能力，无论未来 ADF 战机会考虑采用美制现役的 F404、F414引擎，或是台湾自研自制的大功率引擎，台湾仍需具备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发动机的技术，心脏部件才能够不被人绑手绑脚。为此，台湾于2017年证实代号织女星计划的机密专案正开始进行，目标克服军用发动机的核心技术困难，若完成，则对自制发动机有极为重要的帮助。日前，张忠诚在接受立委质询时表示，织女星计划目前已习得12项热锻技术，预计今年结案，下阶段准备试生产。目前档次锁定在中型发动机，而 ADF 所需的大型发动机还要再继续努力。美国奇异 F404、F414发动机为外传 ADF 可能使用的发动机，但台湾仍需具备发动机自制的能力。图为 F404发动机开后燃推力的测试画面。不止如此，马万军也说明，要完成整套发动机计划有几个重要阶段，首先要有概念设计，其次系统设计、细部设计、测试，最后才是量产。因此，虽然获得了热锻件的技术，我们还需学习如何从头设计发动机，要有多少进气量、多少段高压压缩、多少燃烧比等等。不过这点他相信台湾年轻的工程师绝对有这个能力可以克服。5. 主题才是延续五代机发展的命脉。马万军认为，台湾的航太产业及新式五代战机发展是否顺利，要看产业是否有主题，
一级政府的政策决定一切，要给产业明确的方向与目标，让年轻的工程师去发挥。一架新飞机的诞生要有政策推动，空军开需求，台湾进行系统研制，汉翔生产飞机构型，或是从民间寻找协力厂商，外加学术界提供相关学术资源，如此各单位 teamwork 才能发挥各自所长。ADF 可以说是现在进行式，然而走得顺利，走得快或慢，就要端看政府后续推行的力度以及与国外技术厂商的合作程度，从中力求技术转移，并达到最大化的自产自制率。马万军期望未来新战机的路是一步一步走，而不是强行跨大步走。马万军认为，台湾的航太产业及新式5代战机发展是否顺利，要看产业是否有主题，一级政府的政策决定一切，要给产业方向，让年轻的工程师去发挥。空军目前使用 IDF F-16幻象2000捍卫台海，如今也到了思考新战机的时候。美国已同意出售66架最新的 F-16，这一部分不算问题，但是负责高空拦截的幻象2000受困于国际情势，要寻找替代机比较困难。在接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为 IDF 寻找合格的接班人，也就是 ADF 先进防卫战机。先谈 ADF 的外形，低雷达识别性是各国在自行研制5代战机的基本 ，ADF 肯定要纳入考量。为了减少雷达反射强度，高耸的单片垂尾就不能再用，比如 F-22、F-35那样子的 V 型双垂尾是比较主流的方案。事实上，各国在自研战机时也是模仿成功经验，包括日本的新神验证机、韩国 KF-21、土耳其 TFX、中国的歼35，外形都颇像 F-22或 F-35。进阶的问题是引擎来源，这一直是个头痛的问题。当年 IDF 最大遗憾就是只取得小推力的 F-125引擎，使得当年 IDF 的研发团队只能尽可能瘦身减重，限制了 IDF 的航程、性能、载弹量。过去几年，台湾在公开场合被问到自制战机时，提出了 F-125推力升级的织女星计划，这令人想起几项 F-125引擎的升级案，比如30年前的 TFE-1088，也称 F-125X。后然推力从42千牛顿升级到57千牛顿，可谓极具野心，但升级代价很高昂。2009年，印度曾思考美洲豹攻击机 Jaguar Jet 升级案，询问过 F-125升级需要多少资金，最终印度认为报价太贵而没有加入。如果要继续升级 F-125，恐怕只有我们自己出资，风险与成本都要考量。再者，即便是 F-125X 达到目标推力，仍然不是个令人惊艳的大推力引擎。作为比较，著名的中推力引擎 F-404的后燃推力就有78千牛顿，仍比 F-125X 高出一大截。向美国申购合适的引擎最简便。美国有2个主要发动机生产厂商，其一 General Electric 与普惠 Pratt 与 Whitney。台湾与2家公司合作多年，1992年购入的 F-16AB 战机使用的是普惠 F-100引擎。而新购的 F-16CD 战机使用的是奇异 F-110引擎，也就是说，台美关系显然比40年前好。如今号称台美关系最佳，美国再不提供我们自制战机需要的引擎，就太说不过去了。如果有的选，我们该要哪一种？这就谈 ADF 是中型战机还是大型战机的问题。如果是中型战机，那我们就申购 F-404、F-414中推力引擎。如果是大型战机，就申购 F-100、F-110大推力引擎。这没有一定的对错问题，但笔者个人希望 ADF 是2具 F-110引擎的大型战机，因为这样的技术难度较低。土耳其的 TFX 就是如此，在未被美国制裁之前，他们向美国申购 F-110G-132型作为 TFX 的动力。我们以双引擎的 F-22与单引擎的 F-35来做比较。即使 F-35的引擎 F-135的推力比 F-22的 F-119更大，但是 F-35却仍然被推力不够所困扰。这是因为5代战机为保持逆踪性能，需要将飞弹置于内部弹舱里，因此机身内空间愈大，愈容易安排弹舱与配套的机械结构。韩国的 KF-21采用2具 F-414中推力引擎，但是刚问世的 KF
KF-21没有内部弹仓，仅能采用机腹半埋的方式稍微减小雷达反射面，因此 KF-21图有5代机外形，但仍被列为4.9代战机，因为最后一步还不能达成。韩国希望在 KF-21的第2批次再做突破。下一个议题就是航空电子与雷达设备，当然要使用新式的有源相控阵 ESA 空用雷达、红外追踪瞄准器与其他包括即时资料链、威胁警告器、电子干扰与诱饵。台湾在台北航太展上曾展示一些并未量产的原型设备，不知道其成效如何，但台湾既研发又生产，未来如何面面俱到？自制战机是个综合性的产业计划。当年 IDF 在研发时就推动了台湾工具机产业精密加工业，如今台中沙鹿仍是精密机械重镇。我们希望 ADF 自制战机计划不但是台湾的边防需求，也推升台湾的各种产业。